故事发生在3个月前，在做了一款这样的布丁以后，我收到了一条私信，所以在拖更了3个月以后，就让我这个既帅气又善良的UP主来教你们做一款看上去吃不起的胶囊布丁吧。首先是垫在布丁下面的焦糖，煮焦糖其实就是把糖倒进锅，再把凉水倒进锅，开中火把水煮干，最后煮出颜色的过程。喂，你都说了要把水煮干了，那加水还有个毛用啊？那是因为水能让糖有更多的时间去分解，形成更多的颜色和风味啊。只有加了水的糖浆，才能在中火的持续加热和你不断晃动的双重作用下，缓缓地由清澈的大泡变成密集的小泡，最后形成翻滚的糖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马上关火，然后用你手上的热水呼它一脸。这一刻，他的内心是暴躁的，记得远离一点哦。当他自己慢慢的想通了，再挪到一边，让他继续反省1分钟。你们看，现在他又红润又不矫情，是不是像极了你们上次欠我的那个赞？拿出盛布丁的平底碗，把糖浆倒在碗的中心，摊成浅浅的一层，你的焦糖就完成了。然后是布丁的部分，作为一颗光滑如镜面般的布丁，是绝对不能有泡泡的，否则它就是一份蜂窝布丁。不过看在你骨骼清奇，是个盘蛋天才的份上，我这有本小泡秘籍，就送给你吧。小泡起手式，打蛋要温柔，你需要3个蛋清都健在的全蛋，还有2个失去蛋清的蛋黄，然后用蛋抽把它们轻柔的搅拌在一起，不要打发了哈。小泡第2式，牛奶要加热，你需要把牛奶、奶油和糖全扔到锅里，再加入香草精和一小撮盐来提升甜味的层次感，然后开小火把它们加热，一直加热到捞起来看不见糖的程度就好了。如果牛奶是凉的，那就得烤得更久，一旦控制不好就会起泡了。再把热牛奶分批少量的倒进蛋液里，还得边倒边搅拌，否则嘛，牛奶蛋花汤了解一下。最后过滤几遍，筛掉蛋精，让液体以光滑柔顺的动作掉进铺好焦糖的碗里，布丁的半成品就做好了。小泡中级式，烘烤要隔水。先来给碗口套上一层锡箔纸，气泡最容易出现的时候是鸡蛋温度太高，蛋白质突然被打散的时候，比如你妈妈经常给你做的蜂窝蒸鸡蛋，就是温度调节失败的结果。把烤箱预热到150度，最重要的是在烤盘里倒上一层热水。用烤箱开始烤的时候，水会保持在85度左右，蛋白质网络就不容易被打散了。当然，烘烤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，45分钟就刚刚好。如果一切操作正常的话，你的混合液就能健康的发育成一块牛奶蒸鸡蛋。不要着急着吃啊，还得把它们塞进冰箱，至少冷藏2个半小时，它们才能进化成究极形态的布丁。还有，水鱼脱模是没用的，你得掏出自己的小刀，划来一圈，扣在盘子上，然后优雅的翻过来。如果听到了这样的声音，那么一份看上去光滑如镜面一般的焦糖布丁就做好了。但是一份平平无奇的布丁怎么能满足我呢？让它变成吃不起的样子才是布丁的意义所在呀。所以来给它用糖做个盖子吧，直接把糖丢到锅里，开小火加热就完事儿了。糖的受热是不可能均匀的，所以要多晃它，别等着冒泡，一旦它们都化了就得停火了。然后是糖的流动性，如果你要做成很细的糖丝，那就别在它到处流窜的时候动它，要耐心的等待，直到用叉子蒯起一大勺，竖起来以后，糖浆能够不断线的慢慢的往下垂的时候，就拿出刚刚装布丁的碗，倒扣在一个杯子上，把叉子提到离碗15厘米左右的地方，用糖的尾巴一笔一画的贴着树边，把笼子的形状勾勒出来，尽量让糖线的距离近一些，这会有一种高级的感觉。如果你发现糖浆已经开始变干了，没关系，继续中火加热30秒，它就又软掉了。所以这笼子其实也没那么难，你只需要耐心的等它变成理想的线条，然后你甚至都不需要在碗上涂油，等它凉1分钟，再敲掉挂在笼子下面多余的糖柱，就可以很轻易的取下来了。一份看上去吃不起的焦糖布丁就做好了。怎么样？其实也挺简单的，对吧？至于照相嘛，你还需要摆各种乱七八糟的装饰吗？不需要哎，直接把布丁放在正中间，再按下拍照键就完事儿了。最后来和我一起念：不点赞的人，下场就是
这样的，就可以把布丁连带焦糖一起吃下去了。经典的焦糖香，加上牛奶的醇厚，鸡蛋的柔软，一口咽下去，凉爽的感觉直击内心，完美。那么最后问题来了，盖上这个看起来很贵的笼子，味道会更好吗？不会。谢谢大家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来个点赞、投币加关注吧。我是大姆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